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CK 这一期我给大家分享一期产品拍摄的干货教学啊。从前期拍摄和后期修图我都会有给大家介绍，然后这一期也是知识点比较多，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一下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张成片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拍摄练习，然后这个就是拿了我自己屋里随便拿了一个香水瓶去做了一个拍摄，然后整体的色调是偏蓝色系的。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拍的这个原片，原片它其实是这样的。对，这就是这张照片的原片。因为我这是第一次买这个水槽进行用水的拍摄，其实也算是一次尝试吧。拍出来的效果，其实这个原片的颜色也还是挺好的，但是跟我们最终的效果比，看看有几部分的区别啊。首先是这个瓶盖体，这个有很明显的更加精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瓶体上的字也有凸显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背景，你看背景上其实这个并不是拍出来的，当然你如果想去拍也可以去拍出来各种各样的样式，但这个地方我是用了另一种比较简单讨巧的方式，在后面我会有说明到。好，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对于这样的照片我是怎么样拍摄的。我们看这一张照片，我们要先去分析一下它的一个特点。其实还是可以看出来，它的前景和背景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别的。这也是在产品摄影中常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。大家看一下是如何拍摄的。OK， 看这个，这是我现场拍的一张花絮啊。其实只看到了一个光源，是不是？就在左边，然后就是这个产品，再没有其他的了。这个蓝色呢，其实是下边铺了一个蓝色的背景纸，就可以映出这种蓝颜色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展示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玩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我会用这个软件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这个软件去演示一下我是如何布光的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上面怎么样可以放上鱼缸，大家就可以发挥想象力。假设上面有一个鱼缸，做了刚才像这样的一个布置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进入现场。其实现场的这个布光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为了打出一个前景和背景有这种光比的差别，其实我是用到了雷达罩这一个拍摄道具，但是雷达罩上面我是加了有蜂巢的，或者如果你用柔光箱也可以是加蜂巢，所以重中之重是你要加一个控光配件，是蜂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这个光它有什么特点啊？我可以激活闪光灯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对，可以看右边这侧，大家可以看这一块，现在整个面板是打亮了的。但是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选用雷达罩，如果我不加蜂巢是什么效果？特别亮，是不是？然后看一下蓝色的背景，整个背景也打亮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这样的一束光打过去，整个背景都被照亮了，一定是非常的没有层次感，然后光线也会比较平庸，而且非常的亮，非常的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加控光配件，它可以约束光线的行进路线。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会给它加一个蜂巢。对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雷达罩里边的其实还可以加内蜂窝。大家对比一下无蜂窝和内蜂窝，内蜂窝是相对的约束了一点光线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切换到大的这个蜂巢上面，可以看到整个背景上面已经没有光了，光线现在已经只具体到这个产品上面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把这个光，大家可以看到光的位置，我再往这移动一点，然后呢，这个头再调转一下，对，就像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光线就做出了前景和背景的分离，这样打出的一束光线也就非常的有立体感了。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期拍摄的知识点，赶快拿小本本记下来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拍摄主题。现在我们拍摄完了之后呢，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但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瓶盖上面是完全是比较脏脏的，是不能用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个情况下是怎么解决呢？有两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是美工常用的一种方法，就是我徒手用 PS 撸一个，然后我给它画出来。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是选用了美工的方式的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瓶盖。OK， 我是给它重新画了一下，这里是分上和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先把上关掉，这个下就是我自己画的。
然后感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下，其实很多教学啊，就是用那个渐变，添加一个渐变的叠加就 OK 了。然后上面这个是我用反光板补拍了一个，然后这个时候你记得一定要用三脚架固定拍摄，所以这个，然后你把上面的这个补拍出来之后，然后合成上面就 OK 了。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不是严肃的摄影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可以用什么方法呢？然后可以见这张图，对。可以看到，这是我重新又补拍了一张，然后光位呢是这样，然后不知道的同学也可以赶快拿小本记下来，这个是重点必考的重点啊。用这种方式可以拍出来呢，然后不仅可以把屏体上的字打亮，而且呢，它还可以把瓶盖打出特别漂亮的这种效果，就跟画的一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原图啊，这是刚才拍了一张。当然，因为我没有刻意的去调整这个纸和灯位的位置，如果你特别细致的去拍呢，其实这个效果还会比现在你看到的效果还要好。因为我拍这张主要是为了截取上面字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种字的话就已经打亮了，已经相当于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字去合成到这边。好，然后我们接着这一个思路继续往下走，看一下它是怎么样一步步的做起来的。然后这一层，然后我管它叫做修瑕层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把一些反光、一些脏的东西修掉了，然后把一些字其实也修掉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后期合成我新的字嘛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字，然后好，这是下边的字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合成上来。好，还有上边的字。OK， 这都是合成过来，现在字就已经打亮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是打亮边缘，因为现场的话，你看如果不开这一个图层的话，就是感觉这个边缘和背景是有一点融合进去的。所以我想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后期给它做亮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前期拍亮呢？因为这样一个前期各种角度去拍摄的话，后期也要涉及到合成，其实时间成本更高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，就是我用后期去提亮了。所以提亮的方法有很多，就是你把这个选区单独做出来也是可以的。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也还不错了，但是我觉得背景还是有一点点单调。虽然我们之前是把背景打出了这种前后分明的关系，但是我又不想要让它如此单调，所以我给它做了一个效果。OK， 然后做一下，上面是它调色层。好，现在做到了这一步，然后最上面呢是最终的调节，加一下对比啊这些。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这种调整图层，配合蒙版，这个我不细讲了，其实稍微了解一下蒙版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啊。现在我主要讲一下这个背景层我是如何做的。其实呢，它是用画笔画出来的哦，你看还可以这样。我其实是可以用画笔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效果，就是你只要用笔刷去刷一下就 OK 了。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收藏好的一些笔刷，你如果用这些笔刷去刷呢，它就可以刷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效果了。比方说，我新建一个图层，这是一个干净的图层，然后我用笔刷切换到 B， 然后吸取一个颜色，比方说我吸取一下这个蓝色吧，我在这个图层上面去画，然后我选哪个呢？选一个大家会经常见的一种效果，比方说像这种吧。是不是就像窗户光一样打进来了？哎，像这种灯束效果的也一定是常见的。哎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是用了其中的一个笔刷去刷出来了这种效果，因为这种效果有一点斑驳，然后我觉得配合着现在这个水纹的效果还是比较没有违和感的。当然大家也可以尝试你自己喜欢的风格。OK， 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些，你学会了吗？